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春晚讲堂，这是李老师在多伦多给大家分享种菜经验。到了春天，大家都准备着要种菜，首先一个事情就是忙着去买土买肥。但是到了商店里面呢，看着琳琅满目的包装，很多人都会被搞得很糊涂，到底什么是土，什么是肥，又买什么土好，买什么肥好呢？今天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土的作用和类别，还有肥的作用和类别。第一点，怎么去买土？首先明确一点，如果我们是在室外种花种菜，我们需要买的是土。通常有朋友做菜园的时候，他买成这个室内种的，那第一个花钱花得多，第二个实际效果并不好。那土的话有几种叫法，一种叫法是叫 top soil， 就是表层土，另外一种是叫 garden soil， 花园土。其实不管它怎么叫，凡是带 soil 就是土，它只是不同的叫法而已。土呢，它有一定的基础肥力，往往不同公司的有不同的品牌，它们的质地、肥力、杂草种子含量千差万别。为什么呢？这些土它通常是在这个盖房子之前，从那个表层土收集起来，再拿来卖的。要挑选可以信赖的这个品牌去买，这样买了的话，质量才好。填菜床的土，建议就去买卖土的公司混好的土。为什么？这种土的话，它是经过科学的配方，买来以后你直接用就好了。最常见的一个就是叫 triple mix， 它有1/3的沙土、1/3的堆肥、1/3的泥炭土，这样混合而成的。需要量大，一般是以yard为单位。种菜的时候，我们再根据不同蔬菜的需肥特点来配底肥，来进行追肥。另外一点，如果我们是育苗或者是在室内种植，需要买的就是买栽培基质。栽培基质跟室外用的是不一样的，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需要经过调配，它需要更好的这个含水量和通气性。最常见的是叫 potting mix 或者 garden mix， 这个的话它其实不是土，而是由一些类似土的成分混在一起配合成的。最常见的是用 peat moss 泥炭土，还有这个 coco peat 椰糠、珍珠岩、蛭石这些成分混合起来，有的时候它在里面混合了缓式的氮磷钾复合肥来作为一个基础的肥力。栽培基质一般都是经过消毒的，没有病菌或虫卵，比较干净，适合给室内的植物来盆栽或者是育苗。不建议直接用外面的土来做育苗，因为它这个没有经过调配，它的吃水性或通气性的没有这种配过的栽培基质好。那第二点，我们为什么需要买肥呢？因为这个土壤代替不了肥料，肥料也代替不了土，这两者是缺一不可。过去我经常见到有的这个朋友以后买了土，他以为是肥料，所以这个是栽菜的时候没有再施肥，菜长不起来。还有的是他把这个肥料以为是堆肥，以为是这个土壤，所以直接拿堆肥去栽，那同样是菜长不好。那植物生长需要什么呢？它需要最多的是氮、磷、钾3大元素。氮呢，它是叶绿素的重要成分，也是构成蛋白质的一个主要成分。氮可以使叶片厚实、颜色鲜亮，促进光合作用，保证产量。缺氮，叶片发黄，这个光合作用不够，那植物生长是不够的。氮是最重要的这个肥料成分。磷，它能促使植物根茎坚韧，促进花芽的形成和开花，保证果实的养分积累。第三一个就是钾，钾它能使植物茎秆坚强，提高植物的抗虫、抗病、抗寒能力，使其根系发达，提高果实的品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有机肥和无机肥有什么差别？形象的一个比例就是有机肥好比是传统的健康食品，正常的饮食，那无机肥像垃圾食品，也许吃着好吃，但是呢，只靠这个无机肥，时间长了以后，必然会形成这个土壤上的很多毛病。有机肥是一种全面营养的肥料，因为它来自植物，它富含有机质、这个腐殖质，含有多种矿质元素和大量的微生物，可以直接的分解以后，提供给作物生长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养分。特别是它含有重要的成分叫腐殖酸，它可以改良土壤结构，让土壤形成团粒，有效的协调
土壤保水性和透气性，增强土壤微生物的活性，使土壤能够有活力。那无机肥是一种人造的人工合成的这个化学肥料，它养分含量高，效果快，但是呢，大量的使用或者长期使用会造成土壤有机质的下降，引起土壤板结，土壤微生物含量减少，甚至引起土壤的盐碱化。像一些酸性肥料，比如说氯化铵、硫酸铵，会导致土壤的酸化。只有2种肥料的合理使用，才能取长补短，取得比较好的种植收益。那说到有机肥的话，往往是2大类，第一类就是堆肥，第二类就是粪肥。那所谓堆肥，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有机垃圾来堆沤发酵以后形成的，它的名字叫 compost。凡是带 compost 的都是堆肥，比如说处于食品加工厂的下脚料、这个秸秆、落叶堆沤形成的。另外一大类就是粪肥，所有粪肥呢，它的名字都带一个 manure， 是各种各样生须须烃的排泄物经过堆沤以后形成的。比如说鸡粪 chicken manure， 牛粪 steer manure 或者 cow manure， 羊粪 sheep manure， 马粪 horse manure。 它有一点大家要注意，就是动物的粪便它只是肥料的原料，它不是肥料，这是有差别的。因为它有一个堆沤的过程，很多时候这个往往就说有一个误区的话，直接把新鲜的生须粪便拿来当肥料用，那往往就会出问题。堆肥和粪肥它富含有机质，也含有相当的肥力，通通称为有机肥，它可以改良土壤。但是最大的缺陷是什么呢？它们的养分含量往往偏低，并不能保证植物生长的需要。质量的话，也因为这个原料来源的不同，差别很大。打个比例，城市绿色垃圾堆沤出来的肥料，里面往往就含有很多这种碎的塑料片。牛羊粪和农场的秸秆堆沤的肥料，如果堆沤过程当中操作不科学，过程不合理，也会含有比较多的杂草种子。鸡粪的养分含量比其他粪肥高，肥效显著。原因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鸡的饲料吃的是人工配合的谷物和鱼粉，它吃得好，但是70%又拉出来了，所以它的粪里面含氮量比例就偏高，氮磷含量不足，堆沤不透，往往形成烧苗。瓜果类蔬菜只用鸡粪来用，往往叶子长得过多，影响开花，影响结果。那来自现代化养鸡场的鸡粪的话，由于饲料当中大量使用了抗生素或这个生长激素，还存在生长激素和抗菌素残留的问题。所以这个使用有机肥，并不是说它通通是优点，它也带有一定的这个生物风险。但是有机质是土壤的这个生命，我们种菜当中一定要保证土壤有机质的含量，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土壤结构不会衰退。通常的话，在有机肥含量不足的情况下，往往会配合使用一些化学肥料来满足这个植物生长的需要。那我们如果要保证有机种植，那我们就需要在这个肥料的使用上有一个科学的方案，那这是另外的一个话题。最后一点，我们到商店里面以后，怎么去识别这些肥料呢？记住一点，全世界统一的标准，任何有包装的当做商品卖的肥料，它都会明确标示氮磷钾的养分含量。全世界统一的是用3位数字表达。复合肥当中往往含有微量元素，它通常含有什么，它会在包装单上特别的注明，比如说含铁、含钙、含镁。那常见化肥的是3大类，第一大类含了大量氮和少量钾的促叶肥，促进叶子生长的；第二类氮磷钾含量均匀的，专门给花卉使用的这个肥料；第三类磷含量特别高的促果肥。为了避免烧苗和淋湿，大多数这些化肥都制成了染色的覆膜的颗粒肥料，就是说把这些肥料覆膜的肥料外边裹上一个薄膜，让它这个肥效慢慢释放出来。那常见的商品有机肥有没有？有，比如说血粉 blood meal，
这个苜蓿粉 alfalfa meal， 这个谷粉 bone meal， 这个鱼肥 fish meal， 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统统叫什么什么 meal。它的话，它综合了有机肥和商品化肥的一些优点，它经过了半对偶的情况，但是我们使用当中要注意，因为它只是进行了这个部分发酵，要与土壤充分的混合，否则的话也会滋生害虫，也会有烧苗的这些情况发生。我现在手里面的是一个 bone meal， 这个是一个谷粉，那它有没有标养分含量呢？有，这3个数字，这就是说它含氮是 4%， 含磷是 10%， 不含钾。Protein Mix 上边它已经混了一部分的这个养分，同样标了这个养分含量，那就是说氮的含量是 0.21%， 磷的含量是 0.11%， 钾的含量是 0.16%。这个为什么这么低呢？因为育苗当中小苗对这个肥料的要求非常的敏感，有点像我们这个 baby， 你不给它养分不行，那养分太高了它受不了，所以这是经过一个科学配方配出来的数字。那这一包呢是一个牛粪，那牛粪的话它属于肥料，那养分含量在这里，它就明显比这个 Protein Mix 高，也就是含氮量 0.9%， 含磷量 0.4%， 含钾量 0.3%。但看了这几个，大家会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养分含量明显是很低。那我们再看这个它就有一个养分含量在标识在这里，含氮 4%， 含磷 2%， 含钾 2%， 含钙 5%， 这个叫做土壤活化剂，是我通过多年摸索以后，建议厂家按照我们种植当中的基本需要配合出来的，它的养分含量就明显比其他这几个高很多，但是呢又能够比较安全的使用。我们育苗也好，作为基肥也好，那放进去既保证了养分需要，又避免了烧苗或者是招虫子。那化肥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呢？化肥到现在为止，它对人类食物的贡献力占 80%。 那就是说，如果突然没有了化肥，那我们的粮食产量会减少 80%， 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化肥的问题是在于什么？单纯使用化肥、滥用化肥、过量使用化肥，造成土壤这个结构的破坏。所以我们谈到使用化肥的话，就首先要保证土壤有机质的含量，在充分使用有机肥的条件下，合理的使用这个化肥，